已经。现在做卷煎的有上百家，但是我们这卷煎在丰丘县是数一数二的。那周边的县市呢，都是过来慕名而来的很多。顺时针搅拌，不能乱搅。你这个为什么不用机器搅呢？这是手工拌的这个肉粒儿比较大啊。如果机器搅的话，把这肉粒儿都打成碎末了，影响口感。加入这个红薯淀粉，这个粘性比较稠，增加那个粘性。蒸出来以后，切的比较筋道。1斤肉最多2两半，这个淀粉加的多了也不好吃，少了太散，蒸不成。忙的时候就几个男老弟都分着干。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要10几个人。冷冻肉不能用，那个注水的肉不能用。你可以感觉到，你看现在加多少水，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肉粘性。每一道美食虽然说好吃，但是背后付出的特别多。一天啊，要用多少个鸡蛋呢？1000多个鸡蛋。那里面要不要掺什么东西啊？添加一点那个玉米淀粉。主要鸡蛋那个淀粉挺少的。全鸡蛋的话，摊不成饼，容易破。现在有这个搅拌机，就省力多了哈。对，用手打太费力了，以前都是手打。这个卷煎是属于咱丰丘这边特色。丰丘特产，除了丰丘，咱们吃不到这个，遗传到现在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啊，这个就是玉米淀粉跟水，主要是这个鸡蛋。现在这个鸡蛋液就打匀了。卷煎又叫黄桃夹参嘛，就是外面用鸡蛋皮裹制而成的。北宋的时候，赵匡胤黄桃夹参就可以有这个典故。一般的地方美食，每一个美食都有它的历史典故。现在都用那电锅还好点，原来都是对着火呀，弄着火呀，可烤得慌。这鸡蛋皮也不能薄了，也不能厚了，厚薄要适中，太厚了不好吃，太薄了切不下来。这个要点技术，一个人管3个锅。现在淡季过年的时候就管5个锅。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哎，做了20多年了。原来我们家开饭店太麻烦，现在就专做这个。现在做20多年，做的都有经验了。这个蛋皮做的有点功夫，薄而且不让烂，不让破了。像咱这个卷煎啊，一天大概能做多少呢？现在1000多根，如果说旺季的话，过年过节的时候做2、3千根。现在平时的话是4、5个人，如果过年过节的时候需要10几个人。现在做卷煎的有上百家，但是我们这卷煎在丰丘县是数一数二的。那周边的县市呢，都是过来慕名而来的很多。我们做的时候还没人做，一般的很少，就是饭店里面有，专做这个的不多。这一张皮是卷2条，2条卷煎，一天要摊上千张。平时这个卷煎就是卖1000条的话，需要2000个鸡蛋，一张皮就需要2个鸡蛋，2000个鸡蛋做1000张皮。现在这个锅挺快的。原来用那个火太热了，摊鸡蛋皮摊完了以后，人就是热的不行。这个鸡蛋皮1分为2，一张皮可以卷2个卷煎。这是淀粉水，包的时候在这皮上。这每一个都要抹这个淀粉水啊。对，抹这淀粉增加这个粘性，这个鸡蛋皮跟这肉体就结合起来了。1分钟可以卷3根。这一根卷煎里面大概要放多少肉呢？6两半肉。经常做这个手就是1杆秤了，上下不错半两。一年从我们手里面不知道卷多少的。那现在咱这个卷煎是怎么卖的呢？现在店里面卖15，可以发快递，全国都可以发货。
就想蒸12节，150根左右。过年的时候有2个蒸柜蒸，一个蒸柜蒸不起啊，要2个蒸柜同时蒸。这个要蒸多长时间呢？锅开了以后50分钟。啊，这一笼就好了。哎。这个都要给它凉透哈。对，晾凉了，晾凉以后包装。这个跟蒸包子一样，还要把笼布拿掉。对。喜欢吃热的，这份是口感最好的，热的好吃，热的好吃。如果说发货的话，都需要凉透了。要凉透。凉透真空包装一下。啊。这就是河南封丘的特色美食，又叫黄袍加身卷煎。哎，大家看一下，看起来很诱人。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卷煎啊，它就是那种咸香味的，然后吃到嘴里面很 Q 弹，可能是因为它里面放了红薯淀粉的原因，明显的能吃到里面那个猪肉的颗粒感，味道非常不错。不光光在滁州，连周边的城市我都数得上第一。在一个小镇上，生意做到这么火爆，也是不多见了。大账34元。哇，天天那你不要几个男的，你明年再来看看去。不是很好，活得很不是很好。提上了2年，真不是很得了。最后爪子短了。大家好，我是勇哥，我现在是在安徽的滁州市，这边叫水口镇。听说啊，这边有一家做虎皮大肉的，做的非常出名。我们今天就过去看一看。12里半仅此一家。我们这个肉跟城里面肉不一样的，就是跑山猪，从南京市场上你买不到我们这种五花肉。这个猪肉生长时间比较长，都是1年多，每天都是新鲜的，绝对不用动火。啊，这个都是焯水的哈。哎，对，我们早上4点钟起来就开始焯水，光焯水要焯5个小时，焯水焯到7成熟，不焯到7成熟，里面是稀的，不好切。这个有的是酱油哈。哎，酱油，上色用的。啊，这个都是抹完酱油的。是烧肉的，必须要用的东西。哦，这么多葱啊！哎，姜，是盘中餐，茶籽油，都是好油。哦，茶籽油。哎，咱这个一天大概要用多少肉啊？300斤，固定就是300斤。固定就是300斤。300斤肉的话，大概能做多少块呢？600多一点，因为我们肉比较大，块块都是3、4两。这个肉块够大。正宗五花肉。咱这个肉是弄块卖的。弄块卖的。一块多少钱呢？10块钱，大小都是差不多的。基本上有数哈。对。啊。把它多余的油炸出来，另外那虎皮就是走油走出来的虎皮。你这个肉是一边切一边炸哈？对，这样的也比较节省时间。这个是白糖是吧？白糖。哦，这酱油。已经倒完了。哎呀！这是28年的老卤，每4年都是循环使用。那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也是28年。啊，那这个老汤就没换过。对，一直没换过。咱这边做这个虎皮大肉的多不多呢？有3、4家，但是个人口味不一样。一点不夸张的说啊，没有人超过我的。啊，就是做这个肉。没有人超过我的。啊，这加水。每次就是老卤加水，循环使用。啊，把它压下去。当压锅使用的。这样。那这个肉现在要煮多长时间呢？要煮1个半小时。现在刚11点20，就这么多人来吃饭了。这一会儿功夫把全部做满了。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啊，南京过来的。大肉饭2个，大肉面1个。这是大肉面。大肉面。还有3个肉饭吃的啊。啊。来一个，他说呢。大哥，咱这个一桶啊，大概有多少斤呢？这个大桶200斤。大桶200斤。这个小桶100斤。那咱这个300斤肉啊，是要用多长时间呢？1天卖完。那你家是做几餐啊？早上、中午。就做早上、中午。晚上不做。我们家有很多种吃的，但是我们这里的特色就是虎皮大肉，都是冲着这个肉来的。你看周边城市，包括什么上海、浙江啊，他只要走这路过了，他是必吃。而且吃了还打包带走。他这个大肉看起来很有食欲啊。现在再倒出来把它焖。还要焖。焖。那这个要浸泡多长时间呢？4个小时。那这个肉今天就用不了了。今天用不了，这是明天的，有时还不够卖。还不够。都能用完。有时还不够。就那样，煤气很大。来尝尝。从苏州过来的。哎呦，这么远，专门来吃这个大肉的。猛一看，早上3点钟到晚上下午3点钟，这是固定都是这样子。就不停人。这停的，这吃上不了小吃饭，没得了。人家肯苦能吃苦。能吃苦。肯吃苦，这个生意能做好。不肯吃苦，你什么都弄不好。给大家在前两天出现这个得收入等收入。所有的像任务上班的，他有到像任务上班的，不都到这来吃。这个都是打包的哈。这一份是多少钱的呢？卖价一样。就是跟在店里面吃的是一样价格哈。咱这个店现在有多少个人忙呢？6个人。我看6个人都忙得够呛。已经没地方了，全部坐满了。好像又加了一块肉是吧？他家的肉味道怎么样？34元。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点钟了，等了足足有6个小时。他家这个一块肉啊，有3、4两重，你看这个厚度。它这个肉啊，炖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吃起来呢非常的软烂。太过瘾了，这一块瘦肉比较多，但是它这个瘦肉呢，吃起来并不是太柴的，非常香。它这个肉啊做的非常入味，就是那种五香味，带点味甜，卖的是10块钱一块，然后这个炒饭一份是7块钱。这边的这个小凉菜呢，全是免费的，不要钱。对于我一个爱吃肉的人来讲的话，这1块肯定是不够的，我点了2块。我还喜欢吃边上这个肥肉，这肥肉吃的太过瘾了。他家这个店啊，虽然不大，但你看吃饭的人啊络绎不绝，很多人都是冲着他家这个虎皮大肉来的，生意特别火爆。难怪他家生意啊这么好，他这个大肉啊味道还做的真不错，我2块都吃完了。
还有这个是怎么做的？这是大米，什么大米啊？大米、豆子啊，这些佐料啊。这个应该在武汉属于那种传统小吃的吧？你这个是卖多少钱一个？1块5，1块5，1块5一个，还挺便宜的。拿一个面膜吧。好。再拿扫码。对。来付面膜，多少钱？1块5。要一个粗一点的，来跑过来。第二个好像还蛮。不好支付宝1.5元。粗一点的就是炸时间长一点的。就是老一点的。1.5元。反正你们这个一天大概能卖多少个？卖个是5个，400-500个哈。这个面膜啊，其实讲究蛮大的讲究。假如说是配方不配好的话，它又蛮完的，又不脆，又不好吃。您做这个做了多久了？我在这里搞了15年了。15年了。都一直就做这个是吧？我们这一起了。你今年多大了？今年65。这个面窝在外地还不容易看到的。只有武汉那边有。对，别的地方基本上看不到。是蛮少，很少了。就在武汉周边地区都蛮少。这个就是那个普通的大米，不是那个糯米做的吧？这不是，这是大米搞了自己磨浆。大米磨成浆了。这个就是武汉历史比较悠久的传统小吃面窝，像不像过去那个铜钱的感觉？非常的脆。因为它这个面窝啊，它是外面比较厚，中间比较薄，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外面有点嫩，然后越往里面吃越脆，中间是最脆的一块，咸咸的，里面带一点那个葱香味。它这个是大米磨成浆然后做出来的，不是面粉做的，所以通过油锅炸出来，我感觉更加的酥脆。所有的小吃啊，有时候不起眼，但是呢，吃起来各有各的风味，不一样。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那可以，欣赏。这个是小份的哈，小份的多少钱？120啊。现在肥肠太贵了。您正常这个肥肠锅一般正常能做多少锅啊？差不多100个吧。这个肥肠都比较紧俏。您做了这个做多久了？将近20年了，很多外地来吃的。很多外地人来吃是吧？外地来吃的，都是新鲜的。新鲜的口感好，你吃过了都还想再来吃。好的，我们拿一个小份的啊。前面去做。好的，好的。我们点了一个小份的，是120块钱。今天到当阳的第一天，来尝一尝这个当阳比较有名气的叫肥肠第一家。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肥肠火锅。它这个素菜啊、豆皮啊都是免费的，米饭也是免费的。120块钱的这个小份，我感觉这个肥肠的量也是挺大的。它的肥肠做的很软烂，而且这个汤料里面这个辣椒和花椒的味很浓。它的汤料虽然是麻辣口味的，但是呢感觉不到呛味。就是那种香辣的感觉。这个干丝放到火锅里面吃是最舒服的，很好吃的。确实是蛮好吃的。它这个肥肠虽然做的很软烂，但是呢，吃到嘴里面还是有那种 Q 弹的感觉的。这个是当阳当地的特色，叫米豆腐。这个吃火锅是最佳的。都可以做，行。这个肥肠吃米饭很容易吃撑了，下来一碗。
这个真的是太香了，我这简直是停不下来，又来了一碗饭，又麻又辣，特别过瘾。这个米豆腐应该煮的差不多了，我们把它捞出来尝一下。轻轻一碰就散开了。我也没搞明白这个米豆腐是不是大米做的。这个米豆腐吃到嘴里面，就像我们以前吃的那个绿豆的凉粉那种感觉差不多，还挺好吃的。这个不是酒，这个是刚刚老板说的那个叫什么，就是3片茶叶泡1壶茶的那个，不知道叫什么茶。这个肥肠确实很好吃，麻辣鲜香，非常配这个米饭。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720号，好了，给我上个菜。720号不可点菜，20号。Hello， 大家好，我是勇哥，我现在在宜昌的江海路。江海路这边的小山坡上面有一家当地非常有名的传统小吃胡姐萝卜饺子。央视4套曾经过来做过专访，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他这个排队还要取号的。对了，物业20号那么进呢？20号还没到，马上就嘛，都是进了。 19号，俺不是4个人呢。 4个人正满了，下午去4人。你这个做了多少年？我差不多20年，我晚上50人，一起70年了。 70年了。哎，对，你要说接近70、80年，40年代开始做的嘛。40年代开始做。40年代开始做的。反正地方小吃，地方的小吃。这边地方对，地方名小吃应该算是。地方的名小吃，全国只有宜昌才有。全国只有宜昌有。对，全国都没有，只有宜昌。这个是什么？糯米的，这是我开发新的产品。朱姐，你这个传统的，实际上它就是萝卜，单纯的萝卜丝是吧？全萝卜。那里面调料，我看到里面好像有辣椒是吧？有辣椒，有不放辣椒的，有辣椒的。也有不放辣椒的。它就是下油锅的时间比较长。哎，对，它大了。大，要炸不透。哎，对，一个人吃饱啊。一个就能吃饱。哎。纯萝卜丝的这个是卖多少钱一个？5块。5块钱一个。对。这个排好多队。下午那人好多哟。挺好吃的。非常好吃的。经常来吃的。你要下午来，基本上我从来都不下午，我就上午到10点多。下午没法买，下午人太多了是吧？没时间等，对吧？我一直觉得这玩意儿可能每个地方都有吧，叫法不一样。还真没有，别的地方从来没见过。因为它炸的这个特别脆，这个铁面。估计我把钱给你付了，我下去买那个2箱，好不好？好吧。你要什么啊？我搞一个传统的，搞一个牛肉的。今天开了好多号了？现在就20号。啊？20号。20号。3个糯米的。 25号可不可以进呢？25还没有，20对20号。来，糯米的。不是你给我做一个传统的萝卜的，然后给我再做个肉馅的。好吧，什么肉？就猪肉的吧。好吧，好吧，好吧。我们是上午来的，因为听很多网友说下午不能过来，下午因为人太多了，排队要排得很久，所以上午来我们等了有半个小时就买到了。我们买了2块，传统原味的是5块钱一个，加了猪肉的是11块钱。实际上我感觉就是它做的形状有点像饺子，是一个半圆形的，然后下面是面糊，上面是萝卜丝，然后加了很多调料，下油锅炸出来的。我们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很酥脆了，这个，我觉得它这个萝卜饺子就跟我们那个地方呢叫油墩子感觉差不多，但唯一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靠四川有点近，是那种麻辣口味的。这个是带肉馅的，味道是差不多的，只是它里面多了肉馅。个人感觉这个萝卜饺子还是很好吃的，
但是呢，我刚刚忘了一件事情，没跟那个胡姐说，少放一点辣椒。她就是按照他们当地这种口味来做的，我吃起来有点太辣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马上就好了。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湖北的宜昌市。宜昌这边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桂花大饼，听说每天早上6点钟就开始排队了。今天我们就过去看一下。好，5个，啊，慢走，那是3个，那就是我2个，2杯豆浆。哦，好的好的。大姐，你这个里面是有馅的还是没馅的？有馅。有馅，是什么馅？肉馅的哈。是甜的，是甜的。圆圆几个？我1个的有，给我1个的，好。哪有？我这这鼻子这个多大？39年的。39年了。啊。哎呦，那这个属于老手艺了。我们那是祖传手艺嘛。啊，祖传手艺啊。啊，我这是个老面手艺。你这是老面啊？啊，你这个是正宗老面的。老面做的，不是那种发酵粉什么不用东西。添加剂，他那个发酵都是添加剂的。我们真有特色的。我听很多网友说你家是天天排大长队的。这欺负的，到10点到2个人最多。为什么叫桂花大饼？它叫桂花大饼。啊，老板娘叫桂花。哦，怪不得有的说是这个饼是桂花做的。饼，这桂花饼都是这叫桂花大饼呢。这桂花饼是蛮小，它是高一点的。你这个一天像这个大饼一天大概能做多少？800个700-800个吧。我只定量只搞这么多，不搞多。就做这么多哈，卖完就不卖了。我原来卖几千个，现在难搞的。原来卖几千个一天是吧？年纪大了，那是手工。啊，对。那手工，它不是生意，生意跟手艺有区别的。加了我要好。我们这是真正的绿色食品，绿色食品，还好黄一点。没有了，我就给你。啊，行。多少钱一个？我卖3块，卖的便宜。多少钱？3块。是不是啊？3块钱一个。对。一顿早饭4块多钱就解决了。4块5解决了。这一个大饼加一个豆浆肯定够了。上海北京啊，他们经常来买，把它带回去，那直接这里发过去，那搞飞机搞空运回去。那你还负责帮人家快递啊？我不搞，他自己搞。自己搞啊？他们到这边买完了以后，他自己亲戚搞的发过去。排了将近1个小时，然后买了2块饼。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饼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便宜。它这个饼是肉馅的，而且这么大一块，只有3块钱。这个饼因为是老面发出来的，所以吃到嘴里面非常的有筋道。朋友们，你们看，它这个饼里面全部是肉馅，而且肉馅还挺多的。这个价格真的出乎我的想象了。吃这个肉馅，我吃出了火锅的味道，因为我感觉这边好像是有点靠近四川。所以它这个肉馅是那种带一点麻辣的味道，很香。这么实惠的肉馅大饼，我还是真的第一次吃到。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好嘞。Hello， 大家好，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当阳的长坂坡。说起这个长坂坡，就不得不提到三国。这个长坂坡就是三国名将赵云、赵子龙西进西出救阿斗的地方。当阳长坂坡的花饭是在当地非常出名的，他们这边都是早上吃花饭，所以我们也入乡随俗。今天早上我们就过去尝一尝。来，吃完了就过去吃啊。
还有你这个为什么叫花饭呢？不就是炒饭吗？这炒饭这个有鸡蛋啊，才搞的花饭。哦，你们这边等于说里面有鸡蛋啊，这配料在里面就叫花饭了，是吧？花的了。我感觉像我们家那边叫扬州炒饭嘛，差不多。我们这当然就是吃花饭为主，配菜我们专门送的有配菜了，都是配菜。你吃花饭主要是配菜送给你的，但是你要吃好的就可以点菜。一份多少钱这个？这个份菜是标准的，这个一份6块钱，6块。6块钱啊？哎，还真不贵了，6块钱。6块钱肯定不贵，在我们那些。啊，不贵。你吃个4面也要5块钱。这个辣椒和榨菜是什么？那是配送的。啊，配送的，配的是吧？哎，对。你吃一份花饭就有一份配菜，那是送给你了。以前当晚唱的，20几年嘛。油炸、扣肉、排骨都有，多半就是扣肉。你看他做多少扣肉，那么多扣肉。哎，这我们这做扣肉的。这是冻鱼，这是2块钱一份，上面是大包洋梅来的。好，准备。走。还是老把手啊。还是老把手啊。主要是有豆瓣酱，我们时间是早晨的5点钟吧，开始到下午2点一头是吧？这个雪菜是干嘛的？这个炒到饭里面的，也是放在饭里面。哎，对，他们这边用豆瓣酱还是？有豆瓣酱，大概30多份了，30-40份啊。这个每天要用个50-60斤吧，从我们市场就是的新鲜肉，把这个肥的哈提它的。大家您吃这个是什么菜？本根排骨。你们大洋人这边早上都吃这个花饭是吧？对。哎，这个鱼冻的应该很好吃。我们也点这个。从这个鱼冻子来的。对，他家很有名气的是吧？在这个当阳算有名气的。对。我感觉在当阳吃早饭是一种享受，他们这个当地的早餐非常的丰盛，有很多这种小菜，包括这个扣肉，还有这个鱼冻的牛杂。我刚刚看那个小笼里面还有很多像粉蒸排骨啊，还有什么珍珠圆啊，有10几个品种。当阳当地的早餐基本上都是吃这个花饭，实际上这个花饭就是蛋炒饭，他们这边就叫花饭。它这个花饭里面是加了鸡蛋、豆瓣酱，还有那个雪菜啊，我看还放了一点猪油炒出来的。它这个花饭吃到嘴里面，明显就吃出那个豆瓣酱的香味。这个是冻鱼，在当阳这边也是一道家喻户晓的美食。这个扣肉做的真叫入口即化，那个肥肉到嘴里面就完全化开了。再来一块，朋友们，你们看它这个扣肉啊，质量非常好，肥瘦相间。扣肉好吃。这一碗牛杂15块钱，给的量还挺多的。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牛杂是那种香辣味的，但是呢又不是太辣，辣度我们吃起来刚好。还有这个辣椒，我也不知道是泡出来的还是什么，这个是免费赠送的。好像是腌出来的。我这是第一次吃这么丰盛的早餐，还有点不太习惯的。这个吃完了中午估计也吃不下去了。这几道菜其实味道都不错，但是呢，我还最爱吃的就是这个扣肉。这个早餐吃的太爽了，非常的过瘾。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